前方没有方向。啥时候能看？拍完了吗？没拍完。没有拍完。什么时候出戏？不知道，没拍完。没拍完，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人生要流浪，可以讲故事听吗？你想听什么故事啊？你想听什么故事？我看看我有没有故事给你讲。主要是我讲的我都爱听。我讲的都爱听，最近也没有发生什么新的事儿，就是我讲一个最近发生的事情，因为之前讲的故事大家都听过了。最近发生的故事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然后他喜欢另外一个朋友。我身边有一个朋友，然后他喜欢另外一个朋友，然后这个朋友呢其实是就是他俩算是我介绍的。然后然后一个是土象，一个是火象。这个土象的跟我关系更好，这个火象的跟我关系更好一点。这个土象的只不过就是我非常认同这个人，因为我也是土象。土象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土象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理性，而且比较靠谱。火象呢好像一切都是跟情绪有关系，可能来了那个情绪就会爱啊，来了情绪就会生气啊，这是土象和火象的差别嘛，这点你们能懂吧？然后我这个火象星座算是我就是比较亲近的朋友，然后他就喜欢这个土象之后，这个土象其实对他没有对他那么感冒。然后这个火象的星座，然后就开始跟我念叨，就说这个可能这个土象没有特别喜欢他。然后我就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别念叨，你念叨你没什么用，你就好好的去跟他相处就好了。而且这个土象确实还
我觉得算是跟这个火象其实算是互补的一个关系，然后两个人也比较合拍。但是呢，这个土象其实就有点看不上这个火象，然后这个火象呢就表现的就非常的急。这火象就问这个土象，就说你喜不喜欢我？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话，我也不在这耗着了。其实刚开始两个人刚开始，火象刚对这个土象表达，然后土象就觉得很反感，因为这个火象一直在说，那你到底喜不喜欢我？你要不喜欢我，就是你肯定，因为火象的心里就会觉得说，火象的星座就觉得说，我想跟你处对象，然后你肯定初步的对我有一个认知，所以你必须得表达出来，你是想跟我处还是不想跟我处。如果你觉得想处，咱俩就处处看；如果你不想处的话，你就咱俩就快刀斩乱麻啊。然后因为我也是土象，我就觉得这个火象吧，他有点脑子有问题。因为我们说一种什么感觉，就是我们其实在感情里啊，都会是主动方或者被动方，其实两个人都算是两种角色，其实你都体验过。那其实我就觉得说这个圈子这个感情啊，其实没有谁对谁错嘛，然后也没有什么谁高级谁低级，但是我清晰的我认识到，就是一旦你是主动方的话一旦你是主动方的话，其实你就应该去接受你要主动一点这个事实，对吧？因为你是主动方，所以你又喜欢人家，所以你首先你得先去付出，别人才会根据你的付出去有一些反馈，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理解的一个逻辑。但是火象星座它就是什么呢？他喜欢的特别突然，然后呢，我在喜欢你之前，我会告诉你，我说我喜欢你了，然后我已经为了你怎么样了，就一两天的时间这个火象他已经就是为了这个土象已经就是睡不着觉了，然后情绪崩溃了，然后这个土象也是被通知才知道自己已经被火象喜欢了，所以这个火象就是说，你要不要喜欢我？你不喜欢我，你就别让我耗着，别耗着我。然后听了以后，其实我一开始我当然是因为这个火象星座跟我比较亲近嘛，所以我当然是向着火象星座的。但是后来我就觉得不是这回事儿，然后我就发现这个火象星座其实很多的表达呀，就是有点神经病。然后昨天我就因为这个土象星座跟这个火象星座的人大吵一架，因为这个火象星座我觉得他什么事情都想得太急了都想得太急了，所以我不知道你们跟没跟火象星座接触过，反正我现在觉得我跟火象星座是接触不来的，就是谈恋爱交朋友另说，就谈恋爱来讲的话，火象星座真的有一点点神经病再有呢，我从这个火象星座的这个好朋友身上，我就看到曾经我谈的一段感情也是这样就是也是他是一个特别强势特别主观意识的人，然后这个人在追我的时候也是各种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去喜欢，然后去付出，然后把他自己感动到不行，然后反过来说我还有就是说我这种人，说我在吊着他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反正我是真的从这个火象星座的朋友身上我看到了曾经那段感情，所以我非常生气所以我最终的结论就是火象和土象能不在一起谈恋爱就不在一起谈恋爱，因为两种思想境界的人不是说谁高级谁低级，就是我压根都不知道火象星座他在爱什么，他到底是爱谁爱自己还是爱别人呢？他爱别人，他首先他连尊重别人都不知道，所以我对这个谈恋爱的这个火象星座太吓人了这就是我近期身边发生的一个故事
我不是摩羯，我是金牛。土象这么傲娇，有的人听不懂故事。我觉得土象星座是非常非常保守的一个星座，就是起码我是这样的。我其实面对一些追求的时候，其实我也不是说完全就不考虑，我考虑的过程当中就会看他的一些细节呀、行为呀，然后去了解他呀，然后会给他就是加分减分呐，然后综合去考虑。但可能火象星座先来一炮吧，每个人不一样啊，每个人不一样。我们土象星座基本上不太会跟喜欢的人在一开始的时候有身体接触。我不知道有多少能理解我这种行为，就是可能我跟他在一起之后，我们的身体接触都会比较少，是逐渐的了解了，因为都比较慢，我们就比较慢。前几天火象，他觉得我说的不合他的三观，就在朋友阴阳，我就像小孩似的。对，火象星座是有这个问题。火象星座是有这个问题，就是心智不成熟。拍完了吗？没拍完，还有一天吧，因为有好多镜头拍的不是特别满意，还得补一些镜头。还有一些演员，他们因为都是周五周六他们才休息才能拍，我们就在等别人周五周六。我们昨天拍到凌晨2点多，凌晨2点多拍到凌晨，还没拍完。那北京这边是拍摄还比较有难度的一点就是什么，航拍也不让拍，然后就是什么街道小区啊都会有引起大家的一些反感。所以就是拍摄进度会有一点的慢。一共多少集我不知道多少集，在写的时候是8集，但是最终能剪成多少集我也不知道，因为有好多的素材是用不了的。有一些演员其实他在表演过后，我都会觉得说他其实可能这场戏我都觉得用不了表演的就比较差，比较差，所以就是可能这一次剪辑比较难。但其实我现在就自己在劝自己嘛，自己在就是安慰自己，因为其实有一些观众其实他看不出来就是那个好坏。就是对，有些观众他因为像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可能对表演有一些理解，或者说我们就是可能做过相关工作的人，我们都会对一个人表演可能会有一个自己的认知。可能有一些我们觉得他演的特别差的人，可能观众会觉得他非常好。